福特舰冲向委内瑞拉，枪声响起，波多黎各开火示警。针数导弹来袭，莫斯科介入美伪局势。波兰重建二战边防军，雄兵镇东翼，威压俄罗斯。波克罗夫斯克开展全面反击，乌克兰收复失地，清理400多平方公里，深入打击1200公里，乌克兰重创俄炼油厂。炸疯了，俄军投弹数量创纪录，1月制导超5328枚炸弹。乌克兰布局欧洲，柏林、哥本哈根安排武器出口官员。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委内瑞拉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但美军大概觉得火还不够大，于是特意派出航空母舰福特舰，气势汹汹冲向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局势焦灼良久，美国和委内瑞拉隔三差五爆出猛料，但大部分都是假消息。直到现在，美军终于动真格。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福特舰将于11月中旬抵达加勒比海，也就是一艘福特舰正在冲向委内瑞拉的路上。舰上载有约5000名官兵，以及 FA-18 战斗机在内的75架飞机。这阵仗，不知情者还以为美国在打3战。不过火力军看来，美军有这个动作并不让人意外。早在上个月，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就宣布，美国已将福特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美军南方司令部责任区及拉丁美洲水域。估计就是从这时候起，美军就在为福特舰威压委内瑞拉做准备。除了福特舰，加上之前部署的驱逐舰、攻击型潜艇和特种作战舰艇等舰只，总计约4500名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火力军估计，大约到11月底，委内瑞拉附近就能集结1万美军，几乎将委内瑞拉围成了铁桶。不过现在的委内瑞拉来不及担忧即将到来的福特号，波多黎各已经响起枪声。据专业军事媒体 Army Recognition 报道，美国陆战队第22远征支队在美委持续紧张之际，突然公布其在波多黎各进行 LAV-25 装甲侦察车实弹射击的影像。该影像属于加勒比海实弹演训画面的一部分，演训9月份进行，现在才公布。很显然，美军这是在向委内瑞拉秀肌肉，通过展示 LAV-25 装甲侦察车强大的火力和高机动性，向委内瑞拉示警，表明它能直接从地面进攻委内瑞拉。值得一提的是，演习地点同样不简单。波多黎各距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仅约885公里，演习点圣地亚哥营地则位于波多黎各以南沿海地区，与委内瑞拉隔海相望，被称为美军在东加勒比海地区最完美的前进基地。理论上，只要望远镜望得足够远，甚至能看到马杜罗办公的画面。这也说明，一支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陆战队足以凭借该营地进行快速投射任务。从福特舰袭来，再到圣地亚哥营地，枪声响起，美军的动作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频繁。短期看，美军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面对重兵集结、不断推进的美军，马杜罗也要一个头两个大。不过老马并不孤单，他着急，但有人比他更着急，例如克里姆林宫的某人。眼看美军即将对委内瑞拉重拳出击，普京立马坐不住，大手一挥，丢出重磅炸弹，立即马上向委内瑞拉送去针数导弹。美国和委内瑞拉冲突不断，谁也不知道挑起加勒比海战争的枪声到底什么时候响起。不过俄罗斯似乎生怕美委打不起来，竟然直接宣布将向委内瑞拉提供针数导弹。俄罗斯这是闹的哪出？俄罗斯偷偷援助委内瑞拉不算什么私事，就连普京2个字都不会写的俄罗斯农民都知道，克里姆林宫已经在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站好了队。不过委内瑞拉没有料到俄罗斯的诚意竟然这么足。之前俄罗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朱拉夫列夫透露，莫斯科是加拉加斯当之无愧的好基友，为了这个好基友的安全，俄罗斯向其提供了苏30 Mk2 战机与 S300VM 防空系统，后来还慷慨送去了道尔与山毛榉导弹。现在眼看美国在委内瑞拉家门口开始翻新废旧军事基地，俄罗斯比委内瑞拉还着急，立马宣布为委内瑞拉再送去针数导弹。这条消息由俄罗斯国防委员抛出，最开始是马杜罗向普京发出请求，希望普京老哥尽快给他马老弟搞点先进武器，美国军事实力实在太顶了，委内瑞拉顶不住。结果俄罗斯直接送来针数，只怕马杜罗也要说一声好家伙。事实上，作为中程弹道导弹，针数末端速度高达11马赫。普京曾吹嘘，以人类目前的防空技术，很难拦住这玩意儿，
虽然吹牛成分居多，但真送到委内瑞拉，美军舰队确实要估计一下。让人疑惑的是，俄罗斯明明自己的侵略战争都还没有搞明白，怎么还有心情往加勒比海这趟浑水插一脚？火力军认为原因不外乎2点。第一是来自莫斯科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支持委内瑞拉维护自家主权，主张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和平。这番官方回应就差直接点名美国又在滥用武力，作为正义一方的俄罗斯坚决反对这种行为。这话讲得冠冕堂皇，但大家都明白，委内瑞拉跟俄国的关系一直不清不楚。名义上两国只是关系平淡的海外好友，私底下不知道签过多少合作条约，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军事盟友。无论如何，俄罗斯都不想眼睁睁看着马杜罗变成美军俘虏。第2点原因则跟俄乌战争有关。尽管特朗普已经表明暂时停止给乌克兰运送战俘，普京却不敢保证，如果他继续发动侵略，美国哪天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直接把战俘送到基辅？不如趁特朗普犹豫的时候，向委内瑞拉送去战术，让美军看看俄罗斯大导弹的厉害，至少会让特朗普有所顾虑。另一方面，美国在军事上做出让步，却没有停止打压俄罗斯经济的想法。美国财政部大手一挥，直接制裁了俄罗斯2大石油公司，这相当于裁断了俄罗斯经济血管，差点把克里姆林宫气疯。加上特朗普部署核潜艇的言论，于公于私，俄罗斯都有增援委内瑞拉，给美国使绊子的理由。不过还不用美军对俄罗斯出手，波兰这边先忍无可忍，决定重建2战边防军，威压俄罗斯。俄罗斯对北约东翼国家的侵犯已经不是新鲜事，从最近的爱沙尼亚、芬兰开始，一路骚扰到波兰、瑞典。如果不是无人机航程限制摆在那里，估计俄军恨不得直接骚扰到冰岛去。为了对抗俄军的侵扰，波兰已经制定计划，准备从历史中吸取经验，重建2战边防军。据波兰国防部宣布，他们将从2016年组建的国土防卫队中调取相关人员，组建专门的边境防御部队。这支部队秉持2战边防军精神，部署在北约东翼，直面侵犯而来的俄军。只不过当时波兰边防军是守卫与苏联漫长的边境，如今则镇压俄罗斯嚣张的侵略。波兰国防部长卡梅什在 X 上透露的消息更细，他表示，这支边防军由第1波拉德谢国土防卫旅、第4瓦尔米亚马祖里国土防卫旅以及第20普热梅希尔国土防卫旅和第19布洛河国土防卫旅组成，配备防空、反坦克导弹，在装备上最先进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甚至还有完整的后勤支援体系，说武装到牙齿也不夸张。按国防部的计划，大约到2028年，边防军就能具备初始战力，到2032年达到全面作战水平。只能说俄军确实把波兰惹毛了。为了重建边防军，波兰下了血本。先不说那些价格高昂的武器设备，单是组建边防军的士兵个个都是精英。例如第19布格河国土防卫旅，早在3年前就被派往波兰边境执行安全任务，边防作战经验丰富，一般不轻易掏出来。但凡有用到他们的场合，就一定是影响波兰军事部署的大事。或许是真被俄军的无人机侵扰吐了，除了组建边防军，波兰还准备自掏腰包组建自己的波兰机强。很早之前，欧盟就提出组建无人机强的方案，力图在欧洲弄个无人机防火墙，将从莫斯科飞来的病毒统统处决。欧盟的计划很美好，但波兰实在等不起了。据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波兰官员称，波兰国防部将宣布对探测、干扰和摧毁敌方无人机的技术进行投资，说到底就是组建一套波兰的无人机墙。国防部副部长塞扎里·托姆奇克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表示，波兰的防空系统可以在未来与欧盟的无人机墙形成互补，这就相当于波兰不准备等欧盟了，他自己先把墙建起来，等欧盟日后建墙的时候，可以跟他的墙合并。至于资金，依旧来源于欧盟。波兰国防部已从欧盟的安全援助框架计划中获得约502亿美元资金，该资金将投入到波兰反无人机技术开发里。政府还希望系统可以在3个月内投入使用。从重建边防军到提前建立无人机墙，波兰对俄罗斯的反感其实是大部分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抵触态度的缩影。但这都是俄罗斯自找的，所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只因这只老鼠做过太多坏事。战场方向，波克罗夫斯克的乌军已经开展全面反击，收复大片失地。据图文报消息，乌克兰发动3线攻势，几乎所有的俄军控制区都遭受袭击。火力军先从城区开始说起。乌克兰第68列兵旅率先向城中发起全面进攻，借助无人机侦察引导，乌军精准打击俄军火力点，
乃至逐渐压缩俄方控制范围，然后兵分多路向俄军控制区发动冲击，几乎所有俄战点都享受到了炮火洗涤的服务。城区大捷，波城东北部方向同样传来好消息，乌克兰第25突击团发动极为关键的反攻，不仅撕开俄军东北部防线缺口，还顺手夺回新沙霍维一带失地，缴获大批俄军物资。北部防线由第7空降突击军把守，该部队精准阻击试图往波克罗夫斯克北部扩军的俄军，当场粉碎俄军想要切断罗金斯克公路的战略目标。三线开花的同时，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再次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前线，亲自部署对附近多布罗皮利亚的进攻。经过这几波战斗，乌克兰已成功收复该方向188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清理周围多达248.7平方公里的区域，这两片区域加起来400多平方公里。另外，随着波城城内俄军补给线被切断，俄军想要继续渗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就意味着普京11月中旬前拿下波克罗夫斯克的目标基本沦为梦幻泡影。不过先别急着开香槟，波城的俄军虽然被打退了，但也都只是暂时的，俄罗斯未来恐怕还会继续对波城下毒手。除了警惕俄军卷土重来，还需要小心俄军其他方向的领土侵略。据法新社报道，俄军10月夺取乌克兰461平方公里领土，虽然比7月份高峰期少，但也大致符合俄军今年以来每月平均进展。另外，位于顿涅茨克以西，俄罗斯宣称已完成控制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过去1个月也被俄军拿走了150平方公里土地。按照法新社估计，俄罗斯目前实际控制或宣称控制的乌克兰领土约占乌国土面积的 19.2%， 包括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反侵略战争依旧需要打下去。不过大家也不用悲观，毕竟开战初期，俄军一度占领乌克兰 27.7% 的领土，之后乌军开启反攻，成功夺回东部、南部大范围区域。按照现在乌军越打越勇的势头，未来只会夺回更多领土，把侵略者赶回莫斯科。除了波城战事，乌克兰还向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科斯托沃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这次的目标是当地最大的卢克炼油厂。乌军无人机奔袭1200公里，成功躲过防空系统的监测，随后精准击中炼油厂的油管区。现场画面显示，炼油厂一带已经燃起大面积火灾，在城市远郊依然能看到不断喷发的火球，几乎照亮整片天空。这也差不多宣告这个炼油厂废了。或许是乌克兰的空袭给的启发，俄军也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轰炸，这次投弹数量甚至创了纪录。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称，10月份俄军已向乌克兰阵地和前线城市投掷超5328枚炸弹，这是今年以来俄军投弹数量最多的一次。或许是前线部队的推进屡屡受阻，今年的俄军开始寄希望于轰炸，希望能把战线炸过去。例如，今年截止10月前，俄罗斯已投掷的4万枚炸弹，相当于2024年全年使用的炸弹总数。说一句炸疯了，真不算夸张。不过炸得多并不代表效果好。别人玩的是精确制导，就像拿狙击枪点射，俄军却管它准不准，先把轰炸区域喂饱再说。这种散弹枪互点的炸法，打击效率自然感人。除此之外，俄军还经常炸到自家阵地上。火力军估计，俄军投弹数量创纪录的同时，误伤友军的数量估计也创纪录了。在俄军疯狂投弹听个响的同时，乌军却在大力发展国防事业。据泽连斯基所述，乌克兰今年计划在德国柏林和丹麦哥本哈根设立武器出口和联合生产办事处，安排出口官员帮助乌克兰出口包括海军无人机和火炮系统等武器。这波操作足以为乌克兰筹集大量的军费。当然，火力军认为还能进一步提升乌克兰与欧盟的军事合作关系。按照泽连斯基的计划，最晚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就可以开始大规模生产，例如火烈鸟、卢塔等国产导弹。他还透露，一个乌克兰代表团下周将访问华盛顿，就一项美乌无人机交易进一步磋商。总之，乌克兰的未来正越来越光明。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怎样看待针数导弹入围的故事呢？您又认为波兰布置雄兵能否顺利阻止俄罗斯对北约东翼的侵扰？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